的自然课。这个世界有好多的为什么，值得我们去探索。让我们跟着创造宇宙的上帝，一起来学习生活中奇妙的大小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上帝的自然课。我是红萝卜老师。大家好，我是小旗子老师。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吗？哈，我当然知道啊！今天是我们节目满1岁生日啦！去年的8月1号星期三，是我们第一次跟大朋友小朋友在 Podcast 上面相会哦。到今天是第52集，表示走过1年的52个礼拜，我们1岁喽！哇！祝上帝的自然课生日快乐！谢谢小旗子，也谢谢这1年来在手机、平板、电脑前、车子上陪我们一起认识上帝和大自然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是1周年的生日特辑，我们就来聊一聊生日和长大这件事情吧。老师，我们人类过生日会吹蜡烛、吃蛋糕、量身高，看有没有长高。那大自然里的生物，他们是怎么过生日？怎么知道自己长大的呢？哇，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其实大自然里有很多奇妙的长大仪式哦。比如说，有些树木住在4季分明的地方，它们在春天和夏天，因为天气温暖多雨，树木细胞就会长得比较快，长出来的木头颜色看起来就会比较浅。然后到了寒冷干燥的秋天和冬天，会长得比较慢，木质颜色看起来会比较深。每一年它们就会变得粗一点，新长出来的部分因为颜色有深浅的差别，就好像一圈一圈的，只要数一数树干上有几圈的年轮，就能知道这棵树过几次生日、几岁喽。哇，就像是年轮蛋糕那样吗？哈哈哈，对，年轮蛋糕就是模仿树的年轮啦。那动物呢？动物是怎么长大的啊？动物的长大就更需要勇敢了。像是海里的小寄居蟹长大了，原本的壳住不下了，它们就要勇敢地在沙滩上寻找更大、更安全的新房子换进去。还有小鸟宝宝，当它们长大到一定的程度，它们的生日礼物就是勇气。它们必须鼓起双翼，第一次从高高的树枝上跳下去学飞。还有啊，公鹿头上的角每年都会全部掉光，再重新长大。每年春天，它们会用惊人的速度长出毛茸茸的新角。到了冬天，任务完成后，就会勇敢地让角掉落。这种每年重新出发的勇气，就是上帝送给公鹿最酷的生日礼物哦。大自然的长大很奇妙，有的也很需要勇气，对不对？在这些上帝精妙的设计中，我们看到每一个生命的诞生和长大都是一场奇迹，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小旗子，你觉得你在开始做上帝的自然课这1年，你最大的改变或是进步是什么？不管是录音变厉害了，或是你有发现自己有什么新的能力吗？我发现声音有表情。哇，太棒了！那我也来分享。这1年里面，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录音，红萝卜太太写稿子、剪接，我跟小旗子讲，还有偶尔会有小盒子、小车子一起来帮忙录。虽然在忙碌中要录音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为一件事情努力，一起学习，一起认识耶稣。
还有好多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分享他在上帝的自然课里听到什么，我们就觉得哇，好满足哦。还有很多次，在我们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脚本内容的情况下，我们刚写好脚本，紧接着跟儿童主日学的绘本或是我们参加的聚会内容撞在一起，我们就发现，哇，上帝透过这些事，好像在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在你身边，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哦，我喜欢你做这件事。哦，对，还有上帝送我们麦克风跟录音的器材。没错，我们也要很感谢，在我们开始尝试的时候，有人就借我们器材，还要很感谢提供我们音乐使用的人，还有道声出版社授权，让我们使用很棒的书，还让我们有很棒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一开始我们是跟别人借用器材嘛，但后来因为主人需要拿回去用了，我们就需要自己买了。但是要买的那个月，我们家刚好花了比较大的一笔钱，我们就请好多人为我们能够有经费买器材来祷告。可是，一直到要买的那一天，我们都还不知道上帝要怎么供应我们。我们只知道上帝在我们做上帝的自然课的过程中一直带领我们，那我们相信他就会供应我们了吧。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进入店里试音跟店家谈，大致上决定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准备要去付钱了，红萝卜太太就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上帝差派了一位从来没有打电话给他过的人，他说有感动要为这件事情奉献哦。我记得这一天真的太奇妙了，谢谢上帝的供应。圣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过去这一年就像这句经文一样，上帝用满满的恩典当作我们节目满周年的皇冠，一路上都有他满满的祝福和丰富哦。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吧。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过去这一年里看顾着上帝的自然课，谢谢你赐给红萝卜老师、小旗子以及我们全家人满满的创意与体力，让我们能用声音带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认识你所创造的奇妙大自然。主耶稣，谢谢你保护我们，也谢谢你把这么多可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带到我们的生命里，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年里一起长大，一起学习。主啊，不论是年轮的增长，还是万物的蜕变，都让我们看见你精妙的设计。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的家庭，让你的恩典成为我们每个人年岁的冠冕。我们将满周年的荣耀和感谢都归给你。这样感谢、赞美、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在这个满周年的特别时刻，我们除了感谢上帝，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小消息，就是上帝的自然课要跟着大家一起放暑假喽！耶，放暑假了！哎，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一阵子不能跟大家见面了？对啊，因为我们上帝的自然课都是我们全家人利用休息、下课、下班的时间，一起在我们家的书房做出来的。在一年过去暑假的时刻，我们也需要一段好好充电、休息的时刻。像大自然的小动物也要冬眠、夏眠。哈哈，对。在大家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也要放慢脚步，好好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也预备更精彩的上帝的自然课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大朋友小朋友，请为我们祷告，也继续支持我们。我们预计在9月开学的时候，带着全新的元气跟大家见面。9月开学再见喽！
今天我们还是有家庭时光，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起讨论看看，在没有上帝的自然课陪伴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怎么经营特别的家庭时光呢？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强力推荐一本很棒的小书，是由爱文协会出版的《家庭时光》小册子，教大家用简单的方式凝聚家人的心，和家人一起认识上帝哦。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这个小册子是红萝卜太太，就是我妈妈有参与编辑的哦。购买的方式和电子书的连结在这集节目的页面上面。电子书现在是免费的，欢迎大家点进去下载阅读哦。祝福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家庭，在这个暑假都能拥有一个最美好的家庭时光，享受彼此陪伴的快乐。祝大家暑假快乐！我们9月开学见，暑假快乐，拜拜，拜拜，拜拜，我会想念大家的。你先重录那一段吧。上帝的自然课，哦耶！